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学无术也发愁。那2018年已经过去了，我这个视频没有发出来，所以我就赶在了2019年春节之前把这个视频发出来。我已经尽力了。在2017年我做年度总结的时候，我手里面是有一张那一年制定的新年计划单的，所以我可以一一对应来看我的新年计划完成情况。那么很遗憾，去年也就是2018年，我并没有做一个新年计划表，所以现在导致我没有东西可以参照，我只好来大概聊一聊我在2018年发生的一些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明年再度上演，我会在这期视频的末尾把2019年的新年计划也一起做好。我不知道你们的2018年过得怎么样，我的2018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个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相比2017年，我真的是衰到走路都会拉裤子那么衰，但是我没有拉裤子，我真的没有。哎，你听我解释，我没。我的2018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个转折点，因为我完成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来英国读书了。可能会有人说，出国读书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出国留学生这么多，根本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错啊，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会稍微展开多说一点，因为考虑到现在可能会有人正在经历我当初经历的同样的困惑，那么希望我的故事对这些人有点帮助。那其实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出国留学读书了，但是因为我们家真的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工薪阶层，我的父母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我出去留学。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觉得父母支持孩子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应该的，即使是出国留学，即使是花掉他们大半生的积蓄。所以我就造反，我就抗议，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出国留学，我丝毫不理解他们。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这篇帖子的楼主跟我当时的情况很像，他是一个学生，也想出国留学，但是家里面没有经济条件支持他去这么做，于是发了这篇帖子，需要来得到大家的支持。我看到下面有个留言是这么说的：你凭什么为了完成你自己的梦想而让你的家人放弃他们现在的生活？我当时看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感觉五雷轰顶，五雷轰顶，五雷轰顶是这么用的吗？就背后一道闪电轰。就在那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向家人提出了一个多么无理的要求。于是我给家人打电话说，我不出去留学了，如果我要出去留学的话，也是我上大学以后凭自己的努力出国留学读书。他们当然很开心了，觉得我长大了，懂事了。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奋图强，努力读书。我的 GPA 大概一直是满分左右。大4那年，我又收到了3家常青藤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offer。想什么呢？你以为是看电影啊？怎么可能？我大学就是那么过来的，正正常常 GPA 也不是很高。但是我大4那年不知道怎么了，人品大爆发，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于是我就开始工作，开始挣钱。2年时间我攒够了足够的钱，离开了工作，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申请，因为我当时陷入了一个选择的难题，我到底还要不要出国读书？出国以后我能不能适应在国外读书的环境？要告别我的朋友，告别我的家人，告别我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对我以后的职业有没有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当时都在拖着我的后腿。但是最后我还是出来读书了。现在我在伦敦一家大学读研究生，我每一天都没有在后悔我当初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如果现在你也面临像我当初那样选择的难题，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够多多少少对你有一点帮助。不管你最后决定是出来也罢，留在国内也罢，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好。那第2件事就是我的 B 站粉丝终于破1万，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但是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充满感激的。我刚刚有提到过，在我出来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出来读书。那么做视频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事情。一路上我收到很多大家的评论、鼓励、弹幕和私信，让我有一种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而且我还认识了很多 B 站的大佬们，这些大佬竟然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帮我转我的视频，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件事情对我的改变也非常大，我现在能够更自信的去接受各种挑战，因为就像做视频一样，谁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成功呢？不过关于做视频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哪个分区的 UP， 因为我什么都做。我觉得2019年我还是稍微专注在一个分区好了。能不能麻烦大家告诉我，你们比较喜欢看我哪一类型的视频？是文化讨论、语言学习、vlog， 还是搞笑视频，或者是其他方面？发个弹幕告诉我，帮助我选定我的分区，谢谢。那么刚刚说这2件是我2018年比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事了。那我2018年有没有什么坏事呢？就做的不好的事情呢？其实我想一想，我好像2018年真的没有做到一塌糊涂的事情。有的话也都是一些我在了解自己或者是探索人生方面遇见的一些小的羁绊，根本不是很值得拿出来悲伤的。那么2019年我对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保持开心，顺利毕业。如果详细来聊一聊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下面这几个计划。第一件事是开始读书。我大学的时候实际上还蛮喜欢读书的，我每年都能读大概100多本书，但是毕业以后我每年读书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我买的书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新的一年呢，我决定继续开始读书。为了让我不犯懒，我还专门邀请了学习区最硬的 UP 主俊来跟我一起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之间的 deal 是我跟他轮流选出我们接下来要读的一本书，然后我们同时开始读。如果有一个人一次违约没有读完书的话，就要给对方100块钱。希望我不要把我全部的学费都赔进去了。第二件事，开始学车。我决定在英国学车。我在国内把科一学完，然后我就没有再继续学了，因为当我能看懂交通规则的时候，我发现我就算买了车，我也不敢开呀。第三件事，学会跳舞。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跳舞这件事情是我每年都会写在新年计划，但是从来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希望2019年，我真的希望2019年我能够成为舞坛里面最耀眼的一坨。第四件事就是继续拍视频。我现在已经不是很敢再立什么 flag 了，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做年度总结的时候，我还在做视频。第五点，继续学法语。我现在的法语水平大概是 upper intermediate， 就是中上，但是我感觉这个中上的水平有点虚。我希望在2019年能够继续巩固一下，让这个中上的水平能够更实在一点。第六，入门一个新语言，只是入门啊。我现在考虑的有泰语、印地或者是阿拉伯语。第七，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我觉得在现在你要说完全不用电子产品真的是太难了，但我又不是很想花很多的时间在电子产品，就是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所以我希望在2019年我能够减少，或者说这么说吧，我能够减少在social media， 就是在社交方面，然后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第九，开始冥想，也就是 meditation。我之前第一次做 meditation 的时候，我实际上感觉不是很明显，我觉得浪费时间。但是去年写论文的时候，因为我比较焦虑嘛，所以我又做了几组，感觉好像慢慢有点上道了。所以我希望在2019年我能够再多做几组 meditation， 然后让自己更平静一些。就这些了吧。我之所以没有规定的很详细，说我2019年要读多少本书，做几组 meditation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是我很享受、很快乐、我感兴趣的事情。我不希望在我做感兴趣的时候有一种完成任务的压力，所以我没有给自己列非常详细的几组的这种目标。那你们2019年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什么事情是你们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2019年把它做掉怎么样？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给我点赞、留言，素质3连啊！我们下期见，拜拜。第6点，增肌或者减肥。第7点，去健身房。第8点，每周写2篇公众号文章。我那个时候多可爱，没完成。